给我瞄准了打！去你丫的 ！KO。他是中国搏击历史上智商最高的职业选手，不管是百胜泰拳王还是其他国家的顶级冠军，都不是他的对手，统统被打的站都站不起来，成为他登顶羽量级最高荣耀的垫脚石。小编说到现在，相信观众们已经知道这位搏击高手是何方神圣。没错，此人正是羽量级世界排名第一的坦克邱建良。邱建良从一位在校大学生转变为羽量级世界第一，在此期间，他经历了无数苦难和受伤折磨，只用短短6年的时间，成功站在搏击领域最高殿堂。不过，当邱建良站在世界第一位子的时候，难免会遭受一些外国悍将的指名挑战。首先出场的就是泰国国宝级泰拳王肯姆。要说肯姆的总体实力堪称泰国前3水准，在同级别不仅难逢敌手，还曾打得铁英华无力还手，悲惨收场。至此，中国选手除了邱建良，已经再也找不出能与肯姆抗衡的选手。目前，肯姆在中国的职业战绩为8战8胜6次 KO， 这都足以说明肯姆是邱建良众多挑战者中最为强悍的泰拳王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邱建良的精彩表现，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，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。第一回合开始，这是邱建良职业生涯中比较艰难的卫冕战。如果自己输给了对手，那羽量级世界第一金腰带将会拱手让人。这也是为什么肯姆一开场就如此咄咄逼人、不留情面的原因。不过邱建良最擅长的并不是内围拼拳，而是利用快速的移动步伐跟对手进行中远距离拉扯，这样也能最大程度的限制肯姆近距离搏斗的能力。那么本场比赛呢，邱建良目前像我们这个万明阳的 CEO， 我们的这个勇士系列赛的赛事总监郭晨东先生所说的是2个排行，一个 Press Combat 目前是给到邱建良是世界第3，那 Liver Kick 给到了第2。其实这个都不重要，邱建良马上要挑战目前的公认第一考菲尔泰斯。这个听起来还是我们在14年非常期待的一场比赛。是的，邱建良是一个很擅长用脑子打比赛的选手，擅长切线性的进攻，也就是从他的角度画一个三角形，他擅长绕着这个三角形的2个边对对方进行切线式的打法。是，所以说呢，这个邱建良啊，一直是邱建良在中国自由搏击羽量级排名第一，而肯姆也算是泰国国宝级的泰拳王。2位实力王者对决也吸引了不少外国粉丝前来观看比赛。因为大家都想知道中国拳坛到底发展到了什么样子，邱建良面对肯姆也是有所保留，不敢猛打猛冲，生怕露出什么破绽被对手一招 KO。肯姆同样是这么想的，只会在合适距离出腿试探。赛中呢上了小虎，还赢过这个胡亚飞啊。那么邱建良呢也是用了4年的时间，是把自己的水平提升到了一个世界高度。所以这场比赛呢，对于2位来说呢，都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。尤其对于他们来说，刚才其实在短片当中也说到了，3次的机会都没有遇上。对，肯姆一直从2014年就想要跟邱建良打这一场，一直等到了2016年。那么这场比赛也是双方的一个多年心愿达成的这样的一场比赛。是，对于他们2个来说，一个打斧打到了。好，在我们的比赛中呢，因为双手的箍颈，谁也想不到最抗揍的泰拳王居然会被踹断肋骨躺尸擂台，就连邱建良眼神里都充满了吃惊，这都足以说明邱建良的神龙摆尾已经修炼到了极致，遇见外国选手只需一招即可结束战斗。本以为这件事就此结束，没想到时隔半年之后，又有一位德国排名第2的肯姆罗宾找上门来，这家伙的目的就是为了击败邱建良夺走金腰带。面对这种情况，邱建良选择寸步不让，坚决不能让外国选手在中国土地上撒野放肆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直接去看比赛。第一回合开始，红色拳套就是中国选手邱建良，蓝色拳套就是德国选手肯姆罗宾。肯姆罗宾与肯姆仅仅相差2个字，但是2位选手的总体实力相差并不是很大。尽管前方路途坎坷，邱建良也绝对不会停止脚步，因为中国人的搏击领域发展比较晚。身为搏击扛把子的邱建良，如果都不能扛事情，那还怎么指望中国拳坛的蓬勃发展？环境里面呢，一直训练，这是也体现出来一个武的精神吧。是，在这个邱建良呢，本人是做泰拳选手的，但是在这个自由搏击的比赛中呢，他认为这个泰拳和自由搏击更像白酒和红酒啊，大同小异，因人而异，各取所需。整个格斗啊，他希望能探寻到自己独特的、具有泰拳风格的自由搏击风格。对，目前这个阶段呢，邱建良已经到了见山不是山的阶段，因为他要把他一个比较复杂的技巧慢慢修正，返璞归真。
现在在整个的这个局面压制上，还是这个不得不说，肯姆罗宾这家伙在擂台上的确很粘人。邱建良无论移动到擂台上的哪个角落，都无法逃离对手的凶猛追击，并且肯姆罗宾在追击的同时，还会打出一些组合拳干扰邱建良。为了阻击对手，邱建良不惜使出神龙摆尾，结果打出的伤害微弱不说，还被对手抓住了命中机会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不单单是比拼拳法精湛的事情了，而是看谁更能沉得住气，坚持到最后。这个看到德国选手其实，哎呦，双方啊，高来高去。邱建良现在又开始进入自己的这种节奏，前后的直拳接低扫，前后的直拳接高扫，非常漂亮。对，有一个叫 body kick， 先打腹部，再打头部。我们可以看邱建良在出低扫的时候呢，这个前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掩手的动作，这是他泰拳的一种遗迹。但是刚才的那一套组合呢，又是自由搏击风格非常的明显。然后罗宾也盯到了最后一个漂亮的短暂的防守反击试探过后，邱建良决定对肯姆罗比展开主动进攻。毕竟对手一直在猛打猛冲，自然体力消耗了不少。这时候再采取猛攻，一定能打得肯姆罗宾一个措手不及。眼看邱建良开始发力，肯姆罗宾自然是有点害怕的意思。简单调整过后，果断后撤，试图拖延比赛时间。影响吃大哦！我个人不建议邱建良多用这种转身这套腿法，因为转身和腾空腿法是非常危险的。特别是面对像罗宾，我们可以看到邱建良已经打了多组进攻啊，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这个阵地，保持得很稳健。哇，他有一个转身够踹啊！以拳法而言呢，这个邱建良的发力比较急脚了，漂亮！那个出来，邱建良扑上去，漂亮，连击。邱建良比上一回我们见到他这个准备的更充分，整个人斗志。比赛来到第二回合，邱建良不愧是羽量级最强者，一旦发力，肯姆罗宾根本就不是邱建良的对手。连续的组合拳衔接重腿，总能打得对手抱头防守。目前根据双方表现来看，肯姆罗宾的战术打法明显乱套了，每次冲到邱建良面前，只是被动挨打，却没有任何还手的机会。成人，不错啊！肯姆罗宾的这个打击密度明显没有邱建良大，邱建良就像在用这个小刀一刀在割这个肯姆罗宾的肉一样，小刺刀刺进身体里面了啊，不是只有割表皮哦，对，没错，伤到内脏啊。邱建良今天状态调整的真的是非常的好，在中国国内67公斤级这个比赛的这个级别里呢，我相信邱建良已经拿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，并且向最强的那个方向、那个高峰在冲刺。他过去了，他曾经讲，这个太可惜了，高扫他被这个邱建良躲掉了。肯姆罗宾呢，目前为止如果还要保证这个限制频率，这招好，非常漂亮的动作，小跟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邱建良实至名归，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邱建良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